欢迎大家收看本次介绍黄山的视频。黄山作为中国最美的山之一，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今天，爱旅游将带领大家一起探访这座令人神往的山川美景，了解它的过去与现在，体验它的壮丽与秀美。黄山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坐落在黄山市境内。它是中国10大名山之一，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黄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得道，因而得名黄山。历代文人墨客也为黄山留下了众多赞美诗篇，使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4绝闻名于世。奇松千姿百态，造型独特；怪石形态各异，千奇百怪；云海气势磅礴，变幻莫测；温泉水质优良，四季如春。春天的黄山山花烂漫，万物复苏；夏天的黄山绿树成荫，凉爽宜人；秋天的黄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冬天的黄山银装素裹，宛如仙境。无论哪个季节，黄山都展示出不同的迷人风采。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介绍黄山的主要景点。首先是莲花峰，黄山的最高峰，海拔164米，形似盛开的莲花，是观赏日出和云海的绝佳地点。莲花峰位于登山步道玉屏楼到鳌鱼峰之间，登峰盘道约5里，峰顶高耸，气势雄伟。因主峰突兀，小峰簇拥，仿佛新莲初开，仰天怒放。沿途风光奇绝，峰壁间有真好造化等摩崖题刻，峰下有莲花洞和莲花园。莲花峰不仅自然景观壮丽，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明代诗人吴畅曾写道：一种青莲土降霞，亭亭玉立静无暇。清代诗人吴梦印也有诗云：莲峰秀拔迥称尊，梵语高呼打地昏。这2首诗都形象地描绘了莲花峰的美丽与壮观。关于莲花峰，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观音大士奉如来佛祖之命下凡巡视。当他乘着象征吉祥如意的莲花宝座，驾云来到黄山时，受到山神、水神、花神及仙猿、百鸟的欢迎。观音见山起水秀，便久久盘桓，不愿离去。一天，如来佛祖派来乌鸦使者催观音回西天，观音不愿遵旨，如来佛祖即派众僧前来捉拿。观音用柳枝蘸着净瓶里的法水挥洒，众僧不敢近身，山神、水神、花神、仙猿、百鸟等齐为观音助阵。一场恶战后，众僧落荒而逃。如来无奈，将观音逐出西天，责令他永驻南海。观音索性将莲花宝座点化成雄奇秀丽的莲花峰。除了莲花峰，黄山还有其他众多的名胜景点，例如光明顶、天都峰、迎客松等。光明顶是黄山的第2高峰，海拔140米，是俯瞰黄山全景的最佳地点。天都峰以其陡峭险峻闻名，攀登天都峰被认为是黄山最具挑战性的活动之一。迎客松则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热情好客的寓意，成为黄山的象征。黄山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有黄山松、黄山杜鹃等珍稀植物，还有黄山猴、黄山山羊等动物。黄山的温泉也是一大特色，温泉水质优良，富含矿物质，对人体健康有益。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接下来，让我们再细细探讨黄山的四季美景。春天的黄山，真是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山间的花儿竞相开放，五彩缤纷，绚丽多姿。走在山间小路上，
仿佛置身于花的海洋，花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夏天的黄山则是一片绿意盎然，此时的黄山绿树成荫，凉风习习，是避暑的好地方。站在高处俯瞰，满山的绿色让人心情舒畅，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清新的绿意所包围。夏天的黄山不仅凉爽宜人，还有许多瀑布，水流清澈见底，瀑布飞溅，声如雷鸣，给人一种震撼的美感。秋天的黄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此时的黄山，漫山遍野的树叶变成了金黄、火红、橙色，一片片的树叶随风飘落，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彩色的地毯。走在黄山的秋景中，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每一步都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冬天的黄山则是银装素裹，宛如仙境。雪后的黄山，山峰、树木、建筑都披上了洁白的雪衣，晶莹剔透，分外妖娆。冬天的黄山既有北方的壮丽冰雪，又有南方的温柔婉约，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美感。尤其是早晨，旭日东升，阳光洒在白雪上，闪闪发光，如梦如幻。黄山不仅自然景观丰富，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古往今来，黄山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书画，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一部分。例如，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2次登临黄山，并在他的游记中详细描述了黄山的美景，赞美黄山的奇绝之处。黄山的传说故事也是丰富多彩，充满神秘色彩。除了莲花峰的观音传说，还有关于黄山名称的由来。据说轩辕皇帝在此炼丹成仙，因此得名黄山。这个传说不仅增加了黄山的神秘感，也体现了黄山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黄山的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黄山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如限制游客数量、加强环保宣传、修建环保设施等。这样不仅保护了黄山的生态环境，也提高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游览黄山时要注意环保，不随意丢弃垃圾，不破坏自然景观，做到文明旅游。同时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攀登险峻的山峰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遵守景区的安全规定，确保自己的安全。总的来说，黄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胜地。黄山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还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传说故事。希望通过这次介绍，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黄山，感受到它的壮丽与秀美。开放时间，为了让黄山景区的生态系统得到有效的、自然的休养生息，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每年冬春时节12月1号到来年3月底，西海大峡谷、莲花峰、天都峰都会进入维护期。其中，莲花峰和天都峰2座山峰是轮流开放的，轮换周期为5年。莲花峰将于2024年4月1日起进入5年轮休期，届时天都峰将重新开放。天都峰以其险峻著称，攀登其上可以俯瞰全山美景。黄山天都峰位于黄山东南，西对莲花峰，东连钵盂峰，为36大峰之一，海拔1810米。古称群仙所都，意为天上都会，故取名天都峰。此峰特色是剑骨耸节，着力地表，险峭雄奇，气势博大，在黄山群峰中最为雄伟壮丽。与莲花峰、光明顶并称为黄山3大主峰。天都峰古时无路，难登峰顶。据山志载，唐代岛云和尚曾历经艰险，从东侧攀崖驶至峰顶。门票信息：天都峰不另外收费，
已经包括在黄山风景区的门票内。开放时间：平日周日6点30分至16点30分，周六6点至16点30分。天都峰上奇景很多，峰顶突然平阔，有石室嵌立，可容数十人。室外有巨石，形如醉仙斜卧，名为仙人把洞门。另有仙桃石、天梯、鲫鱼背等奇景，以及探海松、武松等奇松。峰壁巨岩上有登峰造极等石刻。闻峰头极目远望，云山相接，江河一线，俯瞰群山，千峰竞秀，巧石现奇。若烟云乍起，披霞御风，如入仙境。古时有句：任他5月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起。1965年5月，董必武题咏：其显天都著，遥观亦有缘，大雄无语病，苍魂莫知仙。今有民谣：不上天都峰，等于一场空。以为游黄山而不登天都，等于虚此一行。1983年，浙江温岭施工队又在半山寺上方，从天都的腰南侧峰壁上另辟新径至天都峰顶，全长1050米，共2175级台阶。沿途风光奇绝，为黄山增添了许多新的景点。交通信息：外部交通，民航黄山机场位于屯溪区龙富，距市中心仅7公里。从机场前往市区，可乘坐民航班车5元或出租车15元。市内民航售票处设在屯溪区华山路，近基督教堂和黄山国际大酒店。目前开通有至北京、广州、上海、合肥、天津、海口、深圳、福州、杭州、武汉、西安、桂林、昆明、厦门、珠海、香港、澳门等城市的航线。铁路，游客从黄山南大门进出黄山，在屯溪上下火车最为方便快捷。从北面进出黄山的游客，可先坐汽车到芜湖、南京等城市，再改乘火车到达目的地。黄山火车站位于屯溪区前园北路，车站前有车发往黄山脚下、汤口，白天5分钟一班，车行1个半小时，票价10几元。自驾车可以有2种走法：从杭州市中心出发，沿天目山路，再留下上林2省道，穿过咸林，上杭徽高速公路；从绕城西线，通过留下沪东立交，直接上杭徽高速公路。内部交通，进入景区，景区新国线班车云谷寺、白鹅峰，云谷寺到白鹅峰可选择缆车，石信峰、黑虎松、北海、光明顶、海心亭、鳌鱼峰、鳌鱼洞、一线天、百步云梯、莲花亭、玉屏楼、迎客松、蓬莱三岛、一线天、蒲团石、老道口、天都峰、新道口、半山寺、立马桥、月牙亭、慈光阁景区班车。希望以上信息能帮助您更好地规划黄山之旅，尽情享受这一自然与文化的瑰宝。光明顶，黄山的第2高峰光明顶位于黄山的中部，海拔1860米，是观赏黄山全景的最佳位置之一。光明顶是黄山的主峰之一，与天都峰和莲花峰并称黄山3大主峰。站在光明顶上，东海的奇景、西海的群峰、炼丹、天都、莲花、玉屏、鳌鱼诸峰尽收眼底，视野极为开阔。名称由来，光明顶之名源于明代普门和尚，他曾在此创建大悲院。1955年，在大悲院的遗址上建成了黄山气象站。因为这里地势平坦，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因此得名光明顶。由于这里地势平坦，广阔无垠，成为黄山观赏日出、日落以及云海的最佳地点之一。游览攻略：从黄山的北大门太平，可以乘坐太平索道到达丹霞峰，然后步行约1小时即可到达光明顶。从黄山风景区前山南门汤口，
乘坐景交车上盘山公路到达慈光阁，再乘坐玉屏索道，步行约2小时即可到达光明顶。从黄山风景区后山南大门、汤口，乘坐景交车上盘山公路到达云谷寺，再乘坐云谷索道，步行约1小时即可到达光明顶。迎客松，迎客松，黄山的象征，树龄已逾1000年，姿态优美，似乎在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迎客松位于黄山玉屏楼右侧，文殊洞之上，以青狮石破石而生，高10.2米，胸径0.64米，地径75厘米，直下高2.5米，树龄至少已有1300年，是黄山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其一侧枝桠伸出，如同一只臂膀，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另一只手优雅地斜插在裤兜里，雍容大度，姿态优美。迎客松不仅是黄山的标志性景观，也是安徽省的象征之一。从人民大会堂的铁画迎客松到车站码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迎客松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和平友谊的象征。生长环境，黄山松的生长方式十分奇特，它们都扎根在岩石缝里，没有泥土，枝桠都向一侧伸展。漫山遍野的黄山松都生长在这种环境中，它们的根大半长在空中，像须蔓一般随风摇曳着，为的是能够更好地迎接雨露，拥抱阳光。这里山峰陡峭，土少石多，无法留住很多水分，但它们却都能长得苍翠挺拔，俊秀飘逸。究竟是谁在滋养着这些无本之木？是云？是雾？还是黄山独有的自然环境？为了生存，黄山松别无选择。它们以惊人的坚韧、刚强突破了生命的底线，创造了奇迹。生命能够承受的底线到底是多少？也许10分，也许100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便是自诩为世上最高级的动物的人类，也无法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而黄山松却以它的俊秀飘逸告诉世人，生命的承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作为黄山的标志性景观，黄山迎客松已有800多年的历史。目前，这棵闻名中外的千龄名松通过了古树专家的体检，生长状况良好。中国著名古树专家丛生教授日前专门来到黄山风景区，对迎客松等重点名松的生长状况进行了检查。丛生教授在对迎客松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后认为，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迎客松生长旺盛，状况良好，树干牢固度进一步增强，树体生长已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尤其是2至3年生的松针宿存率已高达40%，松针年生长量平均在2公分以上。迎客松屹立在黄山风景区玉屏楼的青狮石旁，海拔约680米处，树高9.91米，胸围2.05米，枝下高2.54米。树干中部伸出长达7.6米的2大侧枝展向前方，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挥展双臂，热情地欢迎五湖四海的宾客来黄山游览。游客到此，顿时游兴倍增，纷纷摄影留念，引以为幸。迎客松的象征意义。迎客松作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友谊的象征，早已飞升中外。中国国家领导人曾在人民大会堂的巨幅迎客松国画前接见过无数友好使者，同世界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迎客松作为国之瑰宝，是当之无愧的。迎客松不仅是一棵1000年古树，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它不仅代表了黄山的自然美景，更代表了中国人友善好客的精神。每年都有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迎客松的风采。作为黄山的标志性景观，迎客松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和人文故事。黄山风景区为了保护这棵珍贵的古树，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确保迎客松的健康生长。
现代科技与传统方法相结合，对迎客松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和监测。定期的专家检查和科学管理，使得迎客松在历经千年风雨之后，依然能够茁壮成长，继续迎接四方来客。迎客松不仅是黄山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承载的友谊和欢迎精神，不仅感动了无数来访的游客，也成为了黄山乃至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每当人们看到迎客松，心中便会升起一种亲切感，仿佛回到了家乡，感受到了黄山人民的热情与友善。黄山风景区不仅有迎客松这一奇景，还有无数其他美景等待着游客去探索。无论是壮丽的山峰、幽静的山谷，还是奇特的石刻和古老的庙宇，每一处景点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黄山的美景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每一次的游览都能带来新的感受和惊喜。总之，黄山的美景不仅在于其自然景观，更在于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历史。无论是光明顶的壮丽景色，还是迎客松的友谊象征，都让黄山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遗产。希望通过这次介绍，能让大家对黄山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它的魅力和壮丽。欢迎大家亲自前来黄山，体验这片神奇的土地，感受它的美丽与奇妙。黄山的植物和动物。黄山的植被非常丰富，共有2000多种植物，包括众多珍稀植物，如黄山松、黄山杜鹃等。黄山松是黄山的标志性植物，以其独特的形态和坚韧的生命力闻名。黄山杜鹃在春季盛开，花海如霞，为黄山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黄山也是动物的天堂，这里栖息着很多珍稀动物，如黄山短尾猴和中华穿山甲等。黄山短尾猴以其灵活的动作和聪明的表情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而中华穿山甲则以其独特的鳞片和神秘的生活习性著称。为了保护黄山的生态环境，黄山景区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如设立自然保护区、禁止狩猎和限制游客数量等。希望游客们在游览时也能自觉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共同维护黄山的生态平衡。黄山的人文景观。在黄山脚下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如红村、西地等。这些村落以其独特的徽派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村被誉为画里乡村，其布局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湖光山色交相辉映。西地则以其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和独特的徽派建筑，被称为桃花源里人家。历代文人如李白、苏轼、王安石等都曾游历黄山，并留下了大量赞美黄山的诗篇，使黄山更具文化魅力。李白的《登黄山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了他对黄山的赞美和敬仰。每年黄山都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节庆，如黄山庙会、黄山摄影展等，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让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黄山的旅游设施。黄山的交通十分便捷，游客可以选择飞机、火车或自驾前往。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和黄山北站高铁站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交通选择，从机场或高铁站到黄山景区都有便捷的接驳交通。黄山景区内外都有各种档次的住宿选择，从豪华酒店到经济型旅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无论是5星级酒店的奢华享受，还是民宿的温馨舒适，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住宿地点。黄山地区的美食以徽菜为主，如臭鳜鱼、毛豆腐等，风味独特。游客在游览黄山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徽州美食，体验舌尖上的黄山。景区内的旅游服务也非常完善，有专业的导游服务、急救服务等，确保游客的安全和舒适。导游会为游客讲解黄山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
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有更深的了解和体验。黄山的探险与休闲。黄山有多条登山线路，适合不同体力和兴趣的游客选择。无论是想挑战自我的登山爱好者，还是希望轻松游览的休闲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登山线路有短途和长途之分，短途线路适合家庭和轻松游览的游客，而长途线路则为喜欢挑战的登山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体验。黄山还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有无数美丽的景点等待着你去捕捉。无论是日出、云海，还是奇松、怪石，黄山的每一处都值得记录。摄影爱好者可以在黄山的各个角落发现独特的美景，捕捉自然的瞬间。除了登山，黄山还有很多其他的户外活动，如温泉、滑雪等，让游客在游览的同时也能放松身心。黄山温泉以其优质的水质和独特的疗效闻名，是冬季旅游的热门选择。滑雪场则为喜欢运动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体验，让游客在雪地中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黄山的旅游小贴士。最佳旅游时间：春秋两季是游览黄山的最佳时节，此时气候宜人，景色最为迷人。春季万物复苏，山花烂漫；秋季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此外，冬季的黄山虽然气温较低，但银装素裹的景象如梦如幻，也是观赏云海的最佳季节。游客须知，黄山景区内地形复杂，游客在游览时要注意安全，遵守景区规定，不随意攀爬，不乱扔垃圾。建议游客尽量轻装上阵，携带必要的防寒衣物和登山装备。环保旅游，保护黄山的自然环境是每一个游客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游览时能自觉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不乱丢垃圾，共同维护黄山的美丽和清洁。黄山的周边旅游。周边景点，除了黄山本身，黄山市周边还有很多值得游览的景点，如被誉为画里乡村的宏村、西递，以及风景秀丽的太平湖等。宏村以其独特的徽派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了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吸引了大量游客。西递则以其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展示了徽派建筑的精髓。交通，从黄山市区出发，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以前往这些周边景点。一线汽车站和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都有班车直达宏村和西递，方便快捷。自驾游的游客也可以轻松抵达，沿途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乡村风光。塔川，塔川隶属于一线纪连镇的塔川村，又名塔上。它位于一线桃花源，是众多美丽富饶的自然村落中一个独具魅力的山间村落。塔川虽然不如宏村和西递名气大，但塔川秋色却是众多摄影爱好者以及美术创作者的热门目的地。穿过塔川村口的古木林，一清溪沿石阶设计而上，即可进入村内。每到秋季，满山树叶色彩斑斓，从黄、浅红到火红，极富层次，是我国4大秋色观赏地之一。美食和购物，黄山地区的美食以徽菜为主，如臭鳜鱼、毛豆腐等，风味独特。此外，这里还有很多特色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如黄山毛峰茶、徽墨、麝宴等，都是不错的旅游纪念品。黄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无论是壮丽的山峰、奇特的松石，还是深厚的历史文化，黄山都展示出无与伦比的魅力。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够更加了解和热爱黄山，并有机会亲身体验这座仙境般的山川美景。感谢大家收看本次视频，我们期待在黄山见到您。黄山不仅是自然的奇观，更是人类文化的宝库。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无论是自然爱好者、文化研究者，还是普通游客，黄山都能为你带来独特的体验和无尽的惊喜。
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亲身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感受它的美丽与奇妙。期待在黄山与您相见，共同分享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